好，咱们来加一下枝干叶子，把这朵花加一下枝干叶子。三绿藤黄、猪标，还有这个三绿藤黄、猪标胭脂。三绿藤黄，然后猪标，就是大家直接到群里面去看，免得这个不知道有问。三绿藤黄，还有这个猪标胭脂，画嫩叶啊，这个是嫩叶。然后我们老叶子啊，还是跟之前一样，还是画2层，老叶子画2层比较好看啊。就是第一层你还是直接用花青藤黄加墨，然后我们在最后再用三绿加墨再覆盖一下，这样颜色会更加有质感一些。咱们用我们平时用的那个白纸画的话，就画的会更加顺畅一些吧。因为这个纸的话这个纸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水分特别大，看到了吗？看到没有？这个纸本来就比较深啊，比较深。然后现在广东这边回蓝天，它就更湿，所以这个水你看画完这个水痕好严重的水痕。就我们的新手可能画这样的纸可能不太好表达，可能画不好，所以这个还是建议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用深一点的纸，我们的新朋友还是买咱们这个小黄车里面那些纸来画啊。好，咱们先调这个藤黄三绿啊，藤黄三绿，加点猪标，加点胭脂。先来看一下它的枝干怎么走，枝干还是走到跟这个左边的这一起。来，我们从花的正中间出来。来，我们加一些这个叶子啊，加一些叶子。加一些叶柄，好，这里来一组。好，大概我们安排一下这个叶柄从哪里出来。告诉你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画？就每次我们在讲课的时候都会这样子跟你们这样讲。实际上，我们要是在做作品的时候，可能就不会这么做啊，就不会说把每片这个叶柄都画出来。叶柄画出来就告诉你这个叶子是怎么生长的，所以你们学习起来，让你们明明白白知道这个叶子是怎么长出来的。实际上我们在画叶子的时候，这些叶柄很多是会被遮住的，但是这个三叉九顶要表达出来，我要表达出来，让你们知道这个是叶子从哪里长出来。就是我们不要跟传统以前的那种画画，就画了一朵花之后，拿这个笔直接一层一层的、一层层的画叶子，这样子它就没有这个疏密关系啊，制造不出。我们要把这个叶子要有层次，要画出它的层次出来。好，我们加上这个叶柄之后，我们来加上叶子啊。好，咱们来画叶子啊，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。我们直接在这个盘子里调啊，直接在这个画嫩叶这个盘子里去调。花青藤黄。今天的内容会有一点多，后面可能会加一些竹子呀。加一点其他位置，我们就加这个玉兰花，花青藤黄，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花青和藤黄加一点水，把它调和一下。
好，花青加藤黄，然后加点墨啊，加点墨。牌子有墨，我们加点墨，把它调成一个墨绿色，稍微调浓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因为这个直接加一点3绿进来吧，我们直接把这个3绿加进来，不想花2次。直接画厚一点啊，因为这个纸我们上次试的时候就知道，它特别的这个晕水晕得很厉害。我们直接画这个厚一点的颜色进来，然后我们画的时候笔尖蘸这个浓墨哈，蘸浓墨。看一下咱们先画哪一套叶子，画这一片啊。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一边一笔哈，一边一笔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两边这2笔要有所不同，一笔大，一笔小。好，笔尖蘸墨。好，让它感觉这一组叶子在这个花的后面。好，这一组叶子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调厚一点啊，这个纸就会好很多。把颜色调浓一点啊，调浓一点画这个叶子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你想要稍微浅一点的颜色，就去蘸一点水，直接蘸一点水，然后蘸一点墨，它的颜色就会变得浅一点点。因为整衣服作品里面的颜色，我们要有层次啊，要有一些深浅变化。好，蘸墨绿色，然后笔尖蘸这个浓墨。好，这一组在后面啊，大家要注意这个叶子的一个层次。后面有一片啊，伸出来。好，沾点墨绿，笔尖蘸浓墨。这组叶子不要太深了，稍微浅一点点。好，这一组叶子啊。
好，这边画一些这个后面的层次。然后画一点点嫩叶吧，这里加一点藤黄，加点胭脂，笔肚里面加点藤黄，加点胭脂。好，笔尖再加一点胭脂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体，加一下这个叶柄，画的不到位的地方，咱们把这个叶柄加一点点，用这个胭脂。好，咱们把这一组叶子，待会儿我们现在直接加一点这个，直接勾一下叶筋吧，先把叶筋给勾上。其实等它半干的时候勾会更好一点点啊。好，调这个浓墨，浓墨要看有多浓啊，要看叶子。比叶子稍微浓一点点的墨就去勾就可以了，所以说不能太浓了。我们上次画的时候要知道这个纸的这个有这么阴的话，我们上次就直接把这个颜色叶子的颜色就调成深，调成浓的。啊，这个调成浓的去画这个叶子非常好，调浓一点啊。这一种纸，咱们把这个画叶子的颜色调浓一点就非常好，画的这种效果就非常好。叶子是花青、藤黄、三绿，然后加墨，还有这个胭脂，来点胭脂，把这个嫩叶稍微勾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用勾得太仔细啊。我看一下接下来，好，我们来画一点石头啊，画一点点石头进来。石头就用这个墨来画哈，这个墨太多绿色了，把这个绿色洗掉一下。因为我们画叶子的时候，把这个绿色都沾到这个墨里面了，把它沾出来洗掉。等一下把山也画成了绿色了。这个山我们就用这个墨。先就用这个墨来画。好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蘸一点浓墨。水分好大呀，天呐！好，来这里来一个孔啊，一个石头的一个孔。好，这个石头不能太大了。
好，大概画一下这个石头的一个外形，有一些这个深浅变化。石头画小一点点，因为位置就这么多。剩下的这个空间不多了，待会儿我们其他的想画的画不下去了，所以这个石头目前只能把它画小一点了。好，这些小的地方里面也画一些这种石头的这种孔，里面用这个浓墨侧锋画出它的边缘的这种，就是你不要画成一样宽的，有窄的这一面，有宽的这一面，这样才能画出它孔的这种感觉出来，这种层次出来。里面可以画一些小的孔，像这些地方啊，来一些小的孔。小的孔它是没有透的，有一些它太湖石它的孔不是所有的孔它都透。好，笔上太干了，我们就加一点点水啊，加点水，我们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去，像这些地方啊。像这些花的后面啊，后面也要画这个石头，让这个石头就在这一丛花的这个后面，然后石头的后面呢，又要长一些这个其他的东西，所以画面还是挺丰富啊。虽然这一张画不大，但是咱们画面让它丰富一点。画了这么些孔之后，我们再把孔其他的位置染一点点颜色，用一点点淡墨，把笔洗一下，调一点点淡墨。就你不用特意去调的很均匀，画的很均匀，你这样很随意的去走，就走出这些不均匀的这种步伐。不要画均匀了啊，偶尔里面也来一点点这种浓淡的这种变化。当然如果说是那种非常好用的那种宣纸的话，它的这个纹路出来了，它这个石头会非常好看。但今天咱们这次用的这个宣纸的话，它的这个特性不是说特别好。就是你要特性很好的那个宣纸啊，就你画每一笔，它都会有一个笔痕，就是你利用那个笔痕去画这个石头，都会很好看。就是大家记得我画的那个四条屏，还记得吗？就是四条屏里面画了石头的那个四条屏，那个就非常好看啊，那个纸用的时候，当时用的是这个，它的那个质感就特别美。当然，什么样的纸我们都要去适应哈。我们居然画画，你不能说这个纸我就不会画了，不可以的。
就是我们既然画，我们要什么样的宣纸，我们都能适应它，都能画出，都能画得出。这不是纸的问题哈，如果画不好，不能怪纸。好，意思就是这个石头的话，它是在这幅作品的后面。其实这一块的话，这一块这个后面染的这个颜色的话，要等前面的这个叶子干了之后再去画会更好一点点。但是因为我们在直播间画的话，我们要等来等去，就是比较麻烦，所以咱们就直接把它画了。你直接等它干了之后，你就可以像这样子直接覆盖都没有关系啊。因为它干了之后，你不影响你画。它颜色不会晕。好，这个石头目前这样子，待会儿后面干了之后，如果浅了，我们再去加，再去调整。那接下来我们画一组这个玉兰花，我看一下怎么布局好，怎么布局。这里画几个吧。我是想找一个玉兰花来写生一下。看一下这个位置能画几朵，找了这几个玉兰花来写生，按照自己的去组合。来，我们在这个山的在这个石头的旁边，在石头旁边来画这个玉兰。看一下咱们玉兰花画什么颜色呢？画这种白一点的颜色吧，我们加这个太白，来一点太白。如果说是那个白纸，我们就可以画红一点。好，来这个太白哈，用这个太白里面要不要加一点点颜色，加一点点赭石吧，要不就加一点点赭石。先调一点点赭石在笔肚里面啊，先调一点赭石在笔肚里面，然后再调这个橙的太白，白一点哈，白一点，就是我们用写意的方法去画吧，写意的方法去画。这个笔有画玉兰花，这个我们画花的这个笔就稍微有一点点大了，稍微有一点点大。好，再蘸一点太白。好，一片花瓣啊。好，蘸太白啊，蘸太白。好，再来一点太白，画内侧的叶。
好，蘸一点这个蘸一点这个赭石，一点焦茶，就是外围的啊，外围。这一笔没有画的特别好。好，再来一点太白。好，这里再来一片啊。就感觉这一片是这种翻展过来啊，翻展过来的这一片啊。好，然后我们蘸一点胭脂哈，加胭脂，根部加胭脂啊，根部加胭脂和焦茶。换小一点的笔啊，换一支小的笔。这个如果说这个纸我们用平时那个纸，可能会很好，当然这种有水墨味儿也没有关系啊。这个纸有点腌的有点厉害。好，换这个小一点的笔啊。好，画淡淡的，画一些这个纹出来。它有的时候会有淡淡的这个纹路出来。好，淡一点的胭脂，用淡一点的胭脂画一些纹路。这个画一点点淡淡的这种纹路啊。
它这一笔的话，刚刚那个胭脂多了一点，咱们把这个把这个去掉一点点，这个红色的太胭脂太多了这里。然后我们再加有一些地方不够白的地方，不够白的啊，这里画的不够白，加一点胭脂，加一点太白啊，加太白，说错了。好，在这个尖尖这里啊，这个花的这个尖尖这里，用太白再提一下，让它更白一些。沉一点的太白，把这个尖尖这里再提一下。好，这一朵啊，这一朵玉兰就先这样吧。先一朵，然后再来下一朵。下一朵还是一样，可以加一点，笔肚里面可以有一点底色，之前画的那个底色可以加一点点进来，不然笔上会。好，然后还是一样调太白，笔尖调这个太白啊。我们先开始可以不用画那么深了，那么浓。待会儿我们因为要有这个深浅变化，所以我们后面还要去加。后面你看，后面再把这个白的再提白一点，它就会会显得更加有质感一些。好，这一朵就放在这个后面啊，让它感觉后面还有。好，这一朵就在后面的躲着，不要全部都看得到，躲着这一朵。然后旁边这里再来一朵吧，要不在这后面再来一朵，后面这里来一朵，这个地方看一下放在哪个位置好。三朵。先把这一朵先画好吧，把这一朵先画好。这一朵也是一样，我们来用这个小的笔，换一支小一点的笔，换一支小一点笔，用这个玫瑰红和胭脂哈，玫瑰红胭脂。它的这个花瓣上会有一些这个纹，大家应该看过玉兰花的都知道，它会有一些这个纹啊，淡淡的这种纹。这个纹有的它中间这一条比较明显，然后其他的就淡淡的。你可以如果光用胭脂的话，感觉有点暗，就是你就可以用胭脂加这个玫瑰红，加点胭脂进来。
好，然后把这个白一点的地方再把它提白一点，用这个橙的太白。橙的太白，把这个白的地方让它再白，更白。好，再来一朵，再来这个边上再来一朵，边上来一朵先，把边上这一朵先画了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再看情况，让它有一个疏密关系，不要全部在一堆，两朵在一起，然后2朵或者3朵一组，这个地方画一，这个地方看一下画上一点还是画下一点，画到这里吧，画这里来画一朵。你看，大概它的一片的一个形状是这样子，你要注意它的这个花瓣的这个肚子这里大，然后慢慢下面又慢慢变小的这种姿态，咱们要把它表现出来。啊，这朵我们把它画的包起来，这种有一点包起来这种状况，然后包起来的我们跳出一片啊。好，这一朵让它包起来，然后咱们再来这个，再用这个红色啊，再用这个红色，玫瑰红，加点玫瑰红，加点胭脂。然后这里还是有一些淡淡的这种纹路。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橙的太白，把这个白一点的地方，太白不够，再加一点太白啊，再加点太白。
好，大概这一朵也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2朵会不会少了？2朵少了没有？少了，我们再加1朵。好，在这旁边这里再来1朵哈，再来1朵，还是一样啊，还是同样的方法。笔肚里面可以蘸点底色，可以不蘸，然后蘸太白，蘸太白。这个花瓣可以画的胖一点点都没关系。好，大概先画一个形状，大概先画一个大形，然后我们再去把它稍微细化一下，玫瑰红，然后胭脂。对，画一点点淡淡的这种纹路进来，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浓的太白。好，在这个石头后面啊，同样的，如果说这里面如果说没有这个没有比较白一点的痕迹，你也可以用太白提一点出来。好，4朵花，4朵这个玉兰也可以在后面再加一些，或者是让它更多一点，你后面你加一些看不见的淡淡的一些层次。你就直接在笔肚里面调一点这个胭脂啊，笔肚里面直接调一点胭脂，然后直接用太白。那这些花就看得到一点点啊，看不到，藏在后面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再加一些这个，看这个玉兰花上需要加什么，我们就加什么，加一点枝干呀，还有它的玉兰花，它有这个花托，小花托。
来一点花托吧，用这个绿色，直接用绿色啊，绿色加一点点胭脂。用墨色，用黑色加一点枝干。画一个花苞，咱们在这里。它这里也可以，就是一笔就可以画一个花苞出来。花苞里面也再加一点花托。好，我们来一点枝干，把它连接起来。用点墨啊，用这个黑色的这个墨。它的枝干它不会很直，它会有点这个，就比牡丹花的这个枝干还要扭曲的厉害一点点啊。好，这个底下这里还可以再加一个花苞，这个直接加一个加一个绿色的包。像这些它也会有一些嫩芽。好，三绿和藤黄加点胭脂，加一点点叶子出来。好，这里加一片叶子啊。好，少少的叶子，不需要太多叶子。然后我们这个它的枝干，它也是一样，跟牡丹花一样，它不会那么光滑，会有一些这种斑斑点点的这些，它会更多，比这个牡丹花的会更多一些。就是你要把玉兰花的这个它的枝干的一个特征去把它表现出来，好，它的这个点会更多。
好，大家觉得这一组玉兰好不好看吗？这个可能画的比较少，但是我们只要想画，你把学画里都是通的，画都是通的。只要你会画这个，你其他的都不在话下啊。来加点竹子，给大家讲过要加竹子的，必须得加呀，必得有竹子，好看吗？这组玉兰花，哎，这里滴了一滴水啊。这组玉兰好看吗？我在想这加一组叶子加什么颜色好看？两边加一点墨啊，两边加一点墨，然后咱们画一个这个，画一点这个竹子竹竿，是不是画的太细，距离太近了？好，这里再来画一根。橄榄绿是不？要不直接用这个画叶子的绿？直接用这个绿可以吗？大家说绿色就绿色，直接用这个绿，墨色还是绿色？三绿也行，用三绿也行。加点墨呀，画竹子呀，画竹子我可是好紧张的了。笔尖可以蘸一点点墨。咱们就画这个过字的这个过字形的这个竹子。画些杆啊，画些用这个浓一点的墨画一些枝干，画一些小的这种杆。画这个竹子用比较肯定一点，用笔肯定，就不要犹豫，你不要慢慢的去画，尽量快一点会更好一些。好，这个上面有的你不要画齐了，有的露一点点出来，画一些淡一点的吧，画一些淡一点的。
就我是想象着咱们老家的那个竹子去画的，我是没有专门的去学习过画竹子。但是我认为画画的话，画画这些都是通的，会画这你就会画那。大家说是吗？同意吗？来一点点淡一点的在里面。好，在这个上面这里再加一点点淡淡的这个层次。好，基本上可以了，我觉得可以，差不多。然后这个竹子的这个结的这个地方，结的这个地方稍微画一下这个结。呀，这一笔的这个墨太浓了。稍微表达一下，这里晕了一块墨也没关系啊，晕一块墨没有关系。耶，这幅作品就这样就完成了。哎，这里加不加一点竹子上来？这里再加一点竹子吧。这个地方加几片啊？就有的时候你画着画着，感觉这里。好，加一点竹子，当然这个很淡啊，干了之后基本上看不见。但这里有一笔有一点失误，画宽了一点，能不能看到整幅作品？